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乱拍系列。今天介绍大家一个新车，刚推出在马来西亚，它叫做捷酷。这里有一个7跟8的之分。原厂呢是没有太多介绍这个捷酷8，这个捷酷8呢明显都会比捷酷7来的更大量的。今天的重点是在捷酷7，具体的这个价钱呢我们也不知道，大概会是在150到160千左右的话呢，我跟你说这个捷酷7肯定大卖。Hello。其实捷酷的品牌呢是一个 Chery 的子品牌。如果这个捷酷7的价钱呢，它是卖这跟 Tiggo A Pro 价钱是一样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没差啦，因为一个5人座，一个7人座，而且很明显，这次原厂也强调它是个 Premium Off-Road SUV。本期视频呢，就是会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哇，然后这辆车到底会是怎么样啦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我不能说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！ 哎呦！这里有一个8跟7，7的话即将是他们先会去推出的第一款车款，8的话就没有具体的详情了，而且它展示这个是一个左驾驶的，所以这一个捷酷7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右驾版，它们是一个 Premium Off-Road 的 SUV， 所以可以见的话，它的整个外形很霸气，尤其是它那个中网有一条一条的。车灯呢是下面这2粒啦，上面是一个 LED 的日行灯，它的日行灯很特别啦，是很少会见得到有那种立颗状非主流的一种设计。至于它的轮圈方面呢，是一个来自于19寸的轮圈。假设这辆车卖这是160千，很便宜，性价比非常的高，没有错。可是，一到换轮胎方面的话，很多人就牙齿痛了咯。这粒轮胎是 GT Comfort 255 V1 的轮胎。尺寸为235/50R 19寸，而且这个尺寸是非常容易找得到的哈。我相信到时候换轮胎也不会相当的贵到哪里去啦。单活塞刹车卡钳可是有喷一个红色，中规中矩，不会大不会太小，而且它的碟就刚刚好啦。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我看到是猫迪林啦，原厂是没有任何的强调。后面也是一样235/50R 19，也是一样有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在后面。主要是它的外形呢是很 Range Rover 啦，说真的，后面有一个电动尾门，可是这辆车就没有什么电了，我就开不到后面，很可惜啊，给前面的 review 过了。带你们看一下下面，这里是一个猫迪林多连杆的后悬挂设置，可是这个不是真的排气孔啊，排气管在下面，双出的。其实后面还有一条 light bar 的，可是现在 as you know 这辆车没有什么电量了。这辆车只要你解锁了之后，就像 Range Rover Vela 一样，手把会自动的浮出来。可是问题是在于，如果是万一车没有电还是怎么样？这个到底要怎么开？后面都是一些软质塑胶 ，as you know， 他们要做 premium 车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有一些纹路，很漂亮的。然后这里有一粒喇叭。这个手把的话呢，我很喜欢它的阻尼感。通常我们车一拉开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弹回去，它会当一声，这个不会有，而且还有一个阻尼在里面。摸上去是一个塑胶镀上一些镀铬饰条纹啊，这边就是也是一样镀上去的。那我很喜欢这个手把啦。抓上去的话呢，是有软软的感觉，不会是整条塑料这样子。喇叭呢是 Sony 的，这里有一些储物空间。副坐垫呢就会有加长的，还有 ISOFIX， 椅背可以做倾倒。我们坐上去看，哦，很惊讶嘞！我坐在这边，我都觉得很舒服，而且坐垫是比较软。现在很多中国品牌的车呢，它都很像日系车一样，坐到是很舒服的。我的腰部支撑还有我的腿部支撑都非常的棒，而且这个椅背是可以做2度的这个倾斜啦。这个头枕还是挺可以的哦，后座也是一样，还有一个扶手在这里。还有一个置杯架，而且它可以让我的左右手都对称哦。上面还有一个全景天窗，前半段是可以打开的，后半段就是不能啦。这里有一个手把可以打开，
还有灯。其实这辆车说好像没有电这样，但是有些灯还是可以操作的。可是电动尾门就没有办法了。后座有冷气出风口，可是没有的调整温度还有风速。Boss Switch， 一目了然，简简单单。前面有一个14.8寸的大荧幕，可是它不像 BYD 那种是可以旋转的啦。OK， 这里没有，可是是非常高清的一个哦。还有540度 camera，360度 camera 加上帝视角的一个头像。按键呢，相信跟 Tiggo Pro 那边是找得到的啦。Sony 的喇叭，还有一些储物空间啊。驾驶员的座椅是一些电动的调节，那些声音不错咯。一些储物空间，然后打开引擎盖的方式要拉2下。OK， 还有风琴式踏板，我个人的最爱，踩完下去没有那个 kick down button 啊。现在很多汽车都是做电子挡挂的关系，所以下面一定是空的，好让你放一些包包或者你的钱包、手机都可以放。还有一个12伏电瓦，一些 USB 插槽都在那边。其余的门都有手把，可是在驾驶员这里就没有。连关门的声音都是特别的 premium 嘛，不会感觉到太廉价哈。所以这里有一个中控荧幕，相信它是一个 sensor 来的，就观察驾驶员是否在想要睡觉的状态哈。这里有2个洞啦，这个50瓦的充电快充呢，它就有这个洞在这里，它可以散发一些冷气呢，让你的手机可以冷却，因为50瓦真的是太快了，所以一定要有冷却，这样我们的手机才会长寿一点嘛，是吧？这里就有的放什么钥匙啊。都可以放在这边。这边有2个置杯架，还有一个我个人最爱呢，其实这个是可以放手机的哦。这个就是你的驾驶模式，旋转的 ，on off。这个声音都是非常不错。这个电子挡挂呢，让我想起我去那些 shopping mall 里面玩 arcade 的，有没有？像开飞机战斗式的感觉，是看上去很好看，而且摸上去的质感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它就是跟 BMW 一般上的那种操作是一样的。Parking 在这里，这个有一个按钮呢，相信按了1秒钟之后呢，是启用这个手动模式，就好像 Cherry 啊的车款一样。那我在这里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换挡拨片，这些都是一些按键啊。可惜这辆车现在是没有通电的状态，所以是看不到的。雨刷在这儿，庆幸的是它把方向灯呢都搬过来右手边了，还有自动头灯。这里是可以放手机哦，也是可以放手机，很深哦。那你打开来之后呢，就有一个手扶箱，你以为完了吗？打开了之后，哇，里面很深呢，还有一个洞哈，你打开之后呢，冷气就会出风在里面。方向盘上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， 还有一些天窗的开关。也是有灯的啦，可是还是没有充电。副驾驶呢，就也是电动调节座椅，它这就少了腰部支撑的调节，有一个缓降哦，不错，加分。可是这里就没有咖啡啦，这些材质我真的是不错啦，感觉到这些纹路都很有意思哈。冷气的出风口的控制，这里还有一个subwoofer啦，应该是音响应该不错，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哦 ，ACC 跟车那些都有。说了这么久，是时候去看引擎啦。引擎盖打开的方式呢，就只有在里面拉2下之后，它就会打开，像 BMW 这样直接拉开就可以了的。它这具引擎是来自一个1.6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，可以产生194匹马力，还有29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配搭着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来自于 Getrag 的。那它可以做到0到100为8秒钟。原厂有说这个变速箱呢，换挡的是可以达到0.2秒这么快，所以我很期待到时候能不能拿车来试驾一下。配置很重要，没有错，可是好不好驾，这个是我的重点啊。节库器呢，我就暂时先到这里，到时候拿了车之后，我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 walk around 跟 test drive review 啦。如果你看了捷库7觉得它很帅气、很霸气，有没有？但是当你遇到捷库8之后，停在你隔壁，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会觉得捷库8真的是更大量、更加的霸气，好不好？先带你们简单看一下这辆车是怎么样了 ，Let's go。你首先看一下这辆车更加大量、更加的霸气哈，它是用着 Michelin 的 Primacy 4轮胎，尺寸为25/50R20寸，没有刹车卡钳，前面也是一样有，它是一个 Twin Port 的双活塞的刹车卡钳啊。那我不知道它 PCD 多少啦，如果是跟 Cherry 一样的话呢，我觉得到时候要换轮圈是比较难的，因为 PCD 不像我们5×1 4.3啊那种，前面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 Multilink 的这个设置。如果你比起捷库7的话呢，这个车头会看起来比较斯文，但是最
更加的圆滑，而且嘴大吃四方。这辆车呢，目前为止是一个左驾驶给我们看的，我们带你去看一下内饰是怎么样，还是一样的，像 Range Rover 一样的手把打开。那来到这边就故事完全变得不一样了。这个看了更加的高级哦，这个一摸上去就很真的木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冷气出风口有声音了哦，很像 Mercedes-Benz 那种质感的满满。下面还是一个洞，可以放一些东西。这张座椅看下去都不简单了哈，它也是电动座椅，可是你不会看到在这边有操作前后啊，这些都是 lumbar support 啊，操作在这。置放空间啊很大，尤其是这里面伸到很进去哦。上面这边呢，这些天窗的控制啊，它都很特别的那些button的设计啦。开关灯方式呢，就是触摸式的 frameless 的 rear view mirror， 还有这个非常大的荧幕，像 E-Class 像一体式的。那这辆车还是一样有 wireless charging， 也是一样有出风口在这里。我相信到时候搬来右驾驶的话呢，这个会倒转啊。这个有2个置杯架，还有一个像类似水晶的设计的扭转式的。钮，然后还有一些音量控制啊，座椅的通风啊，这个就是哇，它储物空间很大哈，还是一样可以导出冷风，摸上去就是满满的皮革，非常有质感的。这辆车的座椅是非常的舒服，腰部支撑啊，腿部支撑 ，everything is good。但是我也喜欢这辆多一点啦，因为这样看下去都比较豪华嘛。那个比较适合年轻人，这个像我这种安哥的话，这款是真的非常的棒。哇，这里的这个推特放在这边是真的是相当棒哈。喇叭还是一样采用着 Sony 的。那第一次坐这辆车的话，要出去啊都是很困扰。哎，我要怎么开门啊？哦，原来是这里button。Oh shit， 这辆车没有电了 ，shit。后面的尾灯也是非常好看的 LED 的，可是现在是没有电了的啦。刚刚幸好我还有拍到一些画面哈，还是一样5人座的，还是一样有电动尾门，排气管呢也是假的，它都是在下面哈。相信这辆车是一个2.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，它拥有着398个洞这样子，我大概是知道这样啦，也是一样7速双离合变速箱，然后后面是一个multi-link的设置哈。我们去看一下内饰，这一边真的是非常漂亮，一个遮阳帘。我可以说它的这个后座真的是非常舒服，也是软，腿部支撑也是够，然后它的头枕这方面真的是要加分，每一个头枕都是有的调节，非常的爽，有一点像在坐着飞机这样子。由于这辆车也是配搭着一个全景天窗，所以看了一点都没有压迫感。后面的冷气出风口，可是还是可以调节后面的冷气出风口的风速，还有座椅加热。冷气出风口呢，就像 Mercedes-Benz 啦，讲真的，可是就连那个声音都是。也有 Watch Switch， 几乎都是平的。这个手扶的方面呢，还是可以打开置杯架的，霸气的那辆车真的是霸气，有点像在开着一个500千的车这样子的感觉。如果这辆车的价格卖着200千以内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那座椅的控制也是在这里，一些窗的控制，门的打开。像现在没有电的话就完了咯。可是没有电的状况之下呢，是用这个拉杆的。开启关灯的方式呢，就是用这一个扭转式的尾箱打开啊，还有这个电子手刹都在这儿。这辆车就加分了，有换挡拨片，还有电动调节的方向盘哦。主题可以切换2个，一个是双延式仪表，一个是像电动车这样的。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双延式仪表啦，因为我想看 RPM 的。换挡的方式呢，它是一个怀档，像奔驰这样。我很喜欢坐在这个驾驶员这一边哦，真的是吸引到我，很有质感，而且很霸气，很大，尤其是这个非常的大。下面拉开。应该是一个2.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4缸的啦，应该也是配搭的7速双离合。我们还不懂它的具体的动力数据，还有它的配置是怎么样。不过在马来西亚大卖了，如果是价钱不错的话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捷酷7，还有捷酷8。好了，各位啊，本期的快速不耳绕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Eder 爱的人，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了 ，Goodbye。